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猫丽。今天我们来做可以拉丝，可以一缕一缕的撕着吃，想怎么撕就怎么撕，怎么撕都撕不断的夺命纯奶云卷吐司。首先准备面包机的揉面桶，在面包桶里加入鸡蛋和牛奶，这两个是最基本的材料，因为有鸡蛋和牛奶的扶持，面包才会膨发得更好。加入盐是为了提高面团的筋性。接下来我还加入了奶粉，奶粉可以大幅度增加面包的奶香味。加入高筋面粉以及速溶干酵母。全部材料都放好后，我们就把面包桶放入到面包机里面，准备开始揉面了。我用的是面包面团功能，因为不需要烘烤，所以不需要选择其他的按键，点击开始就可以了。如果是第一次制作，在揉面的前5分钟，一定要注意观察面团的状态。如果面团不成团，可以加5到10克面粉来补救。面团揉到10分钟的时候，已经基本成团了。我们可以加入1块冷藏的黄油，冷藏黄油的加入可以使面团的韧性更好。20分钟后，面团就已经揉好了，我们把它取出来放在一个大碗中。因为我制作面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所以我会把它密封，放在冰箱里冷藏发酵1夜，第2天再来使用。慢发酵也更能引发出麦子的香味。如果你有时间，也可以让面团直接发酵的2倍大再使用。第2天早上，面团已经膨发得很好了，但是面团的温度有些低，还不可以马上使用，需要把它放在室温下回温大概20分钟左右。20分钟后把面团取出来，在揉面垫上撒上一些干面粉防粘，面团的光滑面朝下，然后把所有的边都朝中心折起来。面团整理好后，再醒发15分钟。醒面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可以让面筋更加的松弛，面团更加的柔软。15分钟后，在面团上撒上一些干面粉，然后用擀面杖从中间向两边擀制。这个过程也是在给面团排气。面团发酵后的排气也是很重要的，一定要挤压掉大气泡。面团擀制成长方形的面片后，再翻一个面，让光滑面朝下，再把它轻轻地擀压几下。要注意的是，面团的宽度一定不能超过吐司盒的长度，不然等一下面团放进吐司盒就会变形。然后在长方形面片的一半的位置把它切成4份，记得切的时候一定要完全切断。4份都切好后，把面片的底部轻轻地抹薄，这样等一下比较容易定型。面片卷起来的时候要注意，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压紧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卷到底边。面团卷好之后，记得它的底边要捏紧。接下来把它放到吐司盒里面，要把面团靠在吐司盒的一边，这样面团发酵的时候就不会东倒西歪，这样放进去面团发酵也不容易变形。面团放好之后，我们就把它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，也就是面团达到吐司盒的8分满，我们就可以放到烤箱里进行烤制了。这次我用的是3能减糖吐司盒，用160度烤制30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用的是普通吐司盒，需要180度烤制35到40分钟。面包烤制10分钟的时候，记得在上面加盖一层锡纸，不然面包的顶部容易烤黑。30分钟后面包就烤好了，我们赶快把面包从烤箱里取出来，在晾晒架上震几下，这样既可以震出热气，也可以轻松取出面包。面包滑出吐司盒以后，快速地把它竖立起来，不然面包会变形。面包出炉后，马上在它的顶部涂上蜂蜜水，蜂蜜和水的比例是1比1，用蜂蜜水涂抹面包，既漂亮也能够增加面包香甜的口感。1个小时后，面包就完全晾凉了，面包非常的松软。轻轻地撕开这个面包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组织非常的丰富，层层叠叠，转转旋旋，像极了一个漩涡。拉丝和气孔都是检验一个好吐司的标准，因为气孔是面包的呼吸，越均匀越温柔，面包就更好。今天这款吐司不仅能拉丝，
面包切面的气孔也是均匀蓬松，四周无沉积，随意揉捏挤压都会自由弹起，真的是王者吐司。面包柔软香滑，但是又软而不塌，轻咬一口，成吨的幸福顺着喉咙直达心底，这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啊！这款纯奶云卷吐司的方子真的是超级简单，材料简单易寻，大家有空可以试试看，真的很不错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猫丽，祝大家做面包成功啊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